法国媒体称，歼十 D 在今年将会首飞，主要的改进方向是换装推力矢量发动机和电子设备。他们这样的猜测合理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近日，法国网站报道了一架被称为歼十 D 的战斗机模型，并且说该机将在今年实现首飞。所以歼十 D 的改进方向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：一是换装推力更大的矢量发动机；第二是增加有效载荷；第三，进一步提升电子装备的技术水平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一款换装了新的发动机的歼十算不算是一种重大的改进？比如说，我的推力原来1万公斤，现在我增加到了11000公斤，换了这个发动机，有可能给它一个新的编号吗？这个还真不好说，因为发动机的改进是持续的。老式的发动机可能寿命比较短，推力稍微小一点，那么换了新的发动机，推力上去了，寿命延长了，可靠性提高了，但是一般不一定就给它一个新的编号。但是法国媒体所报道的这个所谓歼十 D 是换了推力更大的，而且带有推力矢量喷管的新型发动机。那么这个改动就相对来讲比较大了，不是简单的增加一点推力就算完事儿。那么如果这件事儿是真的，给它一个新的编号是有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推力矢量发动机不是仅仅的发动机喷管能够偏转，或者是它发动机推力增加了1000公斤或者是2000公斤那么简单。因为只要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，整个飞控系统就要大改，也就是说软件硬件都要做重新的调整，而把电传操纵系统和发动机的推力矢量喷管的控制系统融合在一起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电传操纵系统的控制为主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以推力矢量喷管的控制为主，这些都是要认真考虑和重新编制软件的，而且工作量相当大。好在我们国家已经用一架歼十 B 战斗机改装成了推力矢量技术验证机，而且在珠海航展上做了非常精彩的表演。那么在将这项技术移植到现有的歼十系列战斗机上，完全是可行的。那么一旦这个移植工作完成，给它一个歼十 D 新的编号，我认为是应该的。何况按照法国媒体的说法，歼十 D 不但要换装动力系统，采用推力矢量技术，还要更换航空电子设备。那么这个改动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。当然，它和我们网上传的一些网友画的歼十 D 外观上还不一样。因为有些网友把歼十 D 画成了一个采用了隐身外形的一个方案。那么法国媒体所传说的今年首飞上天的歼十 D 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案？仅仅是更换发动机，采用推力矢量喷管，还是连外形都改呢？目前不得而知，因为这个新闻也仅仅是法国媒体所做的推测。那么一旦这个推测实现了，可以说歼十战斗机的综合作战能力，特别是近距格斗能力，又有较大幅度的提升。这个提升可以说为我们后续的战机，包括像歼16歼11歼20改装推力矢量发动机提供先期的技术验证和相应的技术积累。推力矢量技术是现在的第4代战斗机以及未来战斗机可能必须采用的一种新的技术。那么这项技术能够在我们第3代战斗机上进行验证，这为今后的推广使用奠定非常坚实的基础。法国媒体的报道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，只是传闻而已。但是作为航空爱好者和关心国防建设的网民们，恐怕更希望这个传闻是真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